全国最没有存在感的省份江西。要说全国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省，那可能要数江西了。现在的江西常常被某些心怀不轨之人冠以穷山恶水之名，仿佛这片土地上孕育的尽是偏狭与贫瘠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江西在我国历史上曾是何等繁华，其富裕程度足可与今日的浙江相媲美。唐玄宗时期，广州崛起为海外贸易之中心，京杭大运河、长江、赣江、珠江、广州史称京广大水道，而江西便位于这条贸易通道之咽喉，凭此商道，江西的经济如日中天。在古代，东南地区的漕粮运输关乎着国家命脉，而江西正是这条生命线上的重要一环。北宋的时候，漕粮之定额赫然定为600万担，而江西一地仅贡献其1/3。那个时候流传着一句话，说天下漕米源自东南，东南之米又集于江西。到了明朝，江西以造纸业之千山、制瓷业之景德镇为双臂，于江南5大手工业中心之中赫然占据其2席。步入清朝，乾隆、嘉庆年间，其商品流通竟占全国总数之70%。江西犹如帝国财政税收机器之心脏，驱动着整个国家的经济脉搏。江西的经济繁荣也带动了文化昌盛。自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，1000多年来，江西的进士超过10000人，占全国进士总数的1/10。江西也是人才济济。陶渊明、文天祥、汤显祖、詹天佑、方志敏、袁隆平都是来自江西的。但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，我国的通商口岸增加，赣江不再是水陆交通的咽喉了，而京汉粤汉铁路的相继开通，更令江西遗憾地错失了铁路发展的先机。加之近年来人才外流严重，江西昔日之辉煌似乎已经渐行渐远。可是在民族大义面前，江西儿女从未退缩。1927年8月1日，江西南昌的3声枪响如同划破长夜的闪电，随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点燃了中国革命的希望。在抗战期间，江西儿女挺身而出，100万壮士应征入伍，占全国征兵总数的第4名。江西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，孕育了322位开国将军，占全国授衔将军总和的1/5。他们自东北至海南，解放全中国，又跨江过海抗美援朝，捍卫了新中国的尊严与荣耀。这就是江西儿女的铁骨铮铮和满腔热血。江西人就是那些勤勉务实、脚踏实地的老表。江西从没有输过一次民族大义，但是却没有赢过一次网络暴力呀。有江西的老表在听节目吗？赶快转发点赞吧。